在日本富山县，从混合型照护中心到社区咖啡馆，不同年龄层、不同需求的人，在同一个屋檐下，既是被照护的人，也是照护者，人与人之间重新连结互助。这种共生模式是人类最原始的群居方式，或许也将成为未来社区的主流形态。共享生活出现在丹麦70年代，最初名为共享住房。随着流动人口、社会住房等问题，出现一种新的共享经济模式，那就是共享社区，一种理念社区。现在丹麦约有5%的国民居住在共享社区。富山县距离日本首都东京大约250公里，乘搭直通火车只需要大约2小时的车程。这里没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处处渗透着深邃悠远的古朴和祥和氛围。然而，一如许多典型的日本地方城市，富山县也面对着城市居民老化、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等问题。1990年代，在富山县有一位护理师提出这样的要求，让老人、小孩以及有特殊需求的朋友集中在一起，让被照顾者随时可以成为照顾者，去协助另外一个群体。这让外面的人常常分不清楚究竟是谁照顾谁。由于这是源自于富山，因此这样的照护模式就被称之为富山型照护。早上9点，天空下起了大雨，但老人依然如约而至，很快的就把入口的活动登记处挤得水泄不通了。中心的另一边也传来了孩童的嘻哈打闹声，一群孩子正如火如荼地为即将举行的运动会练习。同一屋檐下，这2组看似毫不相关的群体有了奇妙的交集，乍看之下就像是一个大家庭。这一家就是日本非常典型的混合型照护中心。来这里的人有老人、小朋友，还有特殊需求的小孩。他们同在一屋檐下，互相的交流，照顾着彼此，形成了一个共生社区。其实这在日本已经行之有年，而最先提出这照护模式的就是富山。像这样的跨世代交流互动，每天都在这里发生。疫情前，中心甚至会定期举办季度或年度活动，让他们一起制作传统食物、做手工、外出旅游等。你看到小孩子是不是特别开心？そう。为什么呢？でも若くないんですよ。楽しい。それからなんか穏やかで嬉しい気持ちになる。何って飾り付けがないというか、なんか素直なところがすごくいい子供って。阿西塔内诺莫里照护中心服务的对象是240名年龄介于0到100岁的老人和小孩。长形的2层楼建筑，整齐地规划出托儿所、中庭以及老人活动的区域，两者各有各的学习空间，却又不时重叠交错。这个部分呢，就是这里的日间照护中心，所以一大早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老人络绎不绝的就已经来到这里。他们来到这里呢，先在门口很紧张的先找自己的名牌，找到自己的名牌之后呢，这边就有今天的整个时间表，9点、10点、11点、12点，这有体操课，还有下肢体操，还有语言训练，就是口部体操训练，还有讲话、泡茶、做运动，然后还看到一个整容。那我现在可以请您带我大概看一下现在这些老人家
这边的作息跟目前他们的这些活动是什么？どうぞ。Thank you。这老人家在读报纸，我跟你讲啊，我看不到。綺麗な顔だ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啊，this is a set set お風呂。哦，副的哦，哦，这个是他们泡汤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可以做这些美容然后护理自己整洁的地方。哦，OK，这里是他们的美容院、理发店，这就是他们的 hair salon。这一整个环境，每一个部分都有他们自己的用处。刚才我们走进去的是日间照护中心，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课程分类的地方。哎，小朋友就在这里耶，这里有那个0岁到6岁的小孩子，经过这里，你看到这些小孩子就觉得很可爱，好多小朋友哦。年长者跟小朋友的平均数差不多哦，但是小朋友居多。你们喜欢这里的爷爷奶奶吗？はい。为什么会喜欢呢？可愛いから。おばあさん、おじいさん、可愛い。優しくしてくれる。你会不会有时候有一点害怕爷爷奶奶？ない。为什么不怕呢？ちびっこだから。基比就是小，因为他们很小，所以他们不怕。基比什么？所以你们喜欢来这里上课吗？喜欢啊！我看你们上课很辛苦啊，要翻跟斗啊，唱歌啊，嘿嘿哈哈，会不会很累？疲れません。你们这边跟爷爷奶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学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还是很幸福？嬉しい。怒ってこないから。孩子的活泼激发了长辈的活力，而孩子也会从长辈身上学到珍贵的传统价值观。老和少相互陪伴，就如同在家里生活一样。其实，远在托儿所和养老院出现以前，这样的模式就是社区和家庭的传统照护方式。アシタネの森は2014年の4月にできたので、今年ちょうど9年目になります。ここアシタネの森のコンセプトは学び合い、笑い合い、支え合うっていうので、0歳赤ちゃんの時から100歳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までいろんな人がいろんなところで相互作用関わり合いながらお互いに学び合って。那请问大多数来这里的老人，他们有没有子女？他们的子女对于把他们送来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支持，还是特别的想法？日本は各家族、親子でしか住まないので、デイサービスの家族さんとか特養とかショートステイの家族さんももちろん、離れて暮らしておられる方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利用される時にはやっぱり家族さんの協力は絶対必要なので、協力してくださいっていうふうにお願いもしています。所以对于你来说，你认为老人跟小孩子同样在一间照护中心，它的好处在哪里？本来であれば、家族の在り方として日本は昔から小さい子供は、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が面倒を見る、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は仕事に行くっていうような、家族の構成が多かったんですが、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には孫を見るような小さい子供を見て元気をもらえたら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今日みたいに雨が降ってて外に散歩に行けないっていう時に、ちょっと子供の顔見てこようっていうのがきっかけで体が動けるようになる。2006年，日本政府通过了特别的认证和辅助，促使富山行照护中心在全国遍地开花。随着日本老龄化加剧，富山行照护中心大大发挥了作用，许多私人照护机构也纷纷借镜。而这家中心还有一点最特别的，就是设立了自己的货币制度优美。为了鼓励长者多活动身体、多社交，只要长者参与活动，就能赚到钱，可以支付在这里洗澡、购物、吃饭等花费。
哎みんなね自分で片付ける。哦，他吃完了之后还要自己把自己的托盘给送回去。这个里老人家什么都要自理、自治，还要自控。不管是行动方便、行动不便的人，都要自己做。你看，他们都还要再把托盘还有碗碟都要归类，非常的整洁，都是自己来哦。当然，在自己来的当下，旁边还是有很多辅助的助工啊，还有护理人员。他们吃完了归还了碗盘之后，还可以获得20元的这个货币。在这里是干嘛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一天呢喝多少水，都要在这里报告。然后你喝的越多，然后就会得到奖励。它这边会有一个饮水表，然后告诉你你喝了多少。然后你喝的足够多的话，对自己身体健康，然后又可以得到这个虚拟货币。现在下午就开始气氛越来越活络了，为什么？因为在隔壁开了一间迷你型的家庭版 casino。这个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那个刚音乐响起，这边哇，好热闹哦！开始了。我觉得这样子的游戏，我们可能会统称是赌博，是不被鼓励的。但是有很多一些学者嘛，他们也提倡说，让一些年长者他们接触一些麻将啊，或者是算术啊，可以预防他们得到失智症的这个可能性会降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游戏吧。在新加坡，我们有邻里自己的 CC， 然后这里有共生社区，而这里呢，我真的觉得它更像是一个俱乐部，因为它真的有太多的活动，太活泼了。更让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这里保持的卫生是非常的干净，我没有闻到任何的酒精消毒味，也没有闻到药的味道，让我觉得待在里面不会一直很迫切的想离开，或者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郁闷。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朝气蓬勃，包括这里的员工，都让你感觉到好像进入到游乐园一样。他们带给你的氛围跟他们的专业，就是非常的有生气。在这里，从空间营造到照护概念，都主张让每个人活得像自己。尽管中心设有各种才艺和健身活动，但每个长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安排日程。活动完毕，他们会在护理员和小孩的欢送下离开，结束充实又精彩的一天。看到那些小朋友和老人家的相处，其实我刹那间是有一点感动。这群小朋友呢，是走向冉冉升起的太阳，这群年长者呢，是走向落寞的夕阳。两条平行线的，忽然在这生命的交界处偶然的相遇，他们可能彼此都会互相学习。小朋友可能在老人家身上呢，会得到一些礼仪，或甚至于一些传统，而且不怕和老人家沟通。而老人家呢，可能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那个活力。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真正的体会到何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敬老爱幼。日本共生社区的诞生，一开始是为了解决老人长照的问题。日本早在1970年代就进入高龄化社会，也是目前全球高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不管医疗、财力或人力资源都越来越吃紧，这也促使政府和民间不断提出各种长照方案。人人照顾人人，人人有人照顾，这一直是共生社区的美好愿景。富山县在多年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开放自家空间，邀请周围邻居聚集活动，加强社区连接，互相照顾。日本各界也已经慢慢的发现，从被动的照护一直到主动的走向共生，其实才是越来越好的方式。
而共生社区计划呢，就是通过在地人的连结，提供自我的强项来弥补这社区缺乏的资源。这听起来非常的完美，但是单靠个人还有民间的力量，可以形成吗？位于富山县小镇荔波市的这家咖啡馆，或许会有答案。咖啡馆开在一间传统民宅里，四周被农田包围，在人口不足5万人的小镇上显得特别幽静。但只要走近，就会隐约听见热闹的交谈声。加藤爱理子是这间民宅的主人，因为有身心障碍的手足，他一直投身特殊教育工作。退休后患上癌症，又要照顾高龄父亲的他，开始反思自己老后的生活。2014年，他决定搬到这里养老，并开放家中客厅作为咖啡馆，希望给社区照护者一个喘息的空间。后来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最後まで死ぬまで暮らせるっていうことを考えたんですね。この地域にどうしたら最後まで暮らせるかって思ったら、自分のお家をその地域に開くっていうことをしようと思って、でここにカフェを建てました。でいろんな人が来てくれることで、その最後の人生が楽しく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した。日本は制度がいろいろ整っているので、いろんな相談窓口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も、本当に困って混乱した時にどこに相談に行っていいかわからないっていう人がいっぱいいて、でここはカフェなので、ちょっとお茶飲みながら相談するとか、ご飯食べながら相談するとか、いろんな人がとにかくここ行ってみようと言って来てくれています。所以大部分来的人都是哪一些人？自分のことを悩んでる若者とか、それから子供のことで悩んでる人とか、それから親の介護で悩んでいる人とか、それが全部合わさってどこに相談に行っていいかわからないっていう人とか。Hi, hello, nice to meet you. What's your name? 伊塚。伊塚。每次都来这里吗？よく来ます。为什么你喜欢这里呢？いろんな人が来て結構自由なところ、いろんな人がいて楽しいですね。ここに来るのは似たようななんかその事情を抱えた仲間とかも来ますし。其实这里就像是这一个社区的解忧咖啡馆。因为你在里头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他们都互相认识彼此，而且在这里呢，提供的不只是照顾或者是被照顾，甚至于有更广大的，就是比如说失业者，他们提供他们就业的机会，甚至于还有一些专业的培训一些职业技能，比如说泡咖啡、制造甜品。加藤爱理子的另一位伙伴水野薰，同样是经验丰富的特殊教育老师，也因此咖啡馆常有家长带着身障儿或拒绝上学的孩子前来咨询。疫情期间，咖啡馆被迫停业，停不下来的两人决定开办 Freestyle School， 协助这群孩子，由水野薰负责设计课程。Freestyle School 与附近的富山共享住宅合作，将住宅1楼当作学校场所。共享住宅在日本很盛行，一栋楼房内会有不同的房间分租，厨房、厕所、客厅共用。住户多数是年轻人或游子，节省租金之余也可以交流。而住在2楼的年轻人也会主动加入陪伴孩子。我最想要带观众朋友问的就是，请问什么叫做 Freestyle School？ でこぼれた子たちがなかなかその波に1回乗れなくなっちゃうと戻れなくなっているのっていうのが今の日本の現状で、学校に行きづらい子どもたちは通常フリースクールというところに行くんですね。で私たちはここをフリースタイルスクール、スタイルというのをあえて入れたんです。でそれはなぜかというと、ここに来ている子どもたちの多くが発達障害って分かられますかね。学びづらさ
を抱えている子どもたちなので、やっぱり学校っていう場そのものに緊張感があったり、ちょっと中には拒絶反応みたいになってる子も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ですから、学校のスタイルを外して、学校の枠を外して一回自由に元気を取り戻すために自由に。目前 Freestyle School 的职员和学生共有25个人，除了小学和中学生，还有10位是中途辍学以及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或许是男孩比较不善于表达自己，也更容易出现反叛情绪。目前这里的学生几乎都是男孩。小学2年生の頃からです。今は6年生です。週に3日間程度で来てます。給食や先生の態度がなんか苦手なので行けなくなりました。天気のいい日は外で遊んだり、あとは友達といろいろ話したりしてます。やっぱ友達と話せたりするところが楽しいです。学校每天象征性的向孩子征收大约10新币的费用，用于应付日常的膳食等运营开销。这些年来，还好他们得到了社区和市政府的很多支持，平日里也有许多义工前来帮忙。加藤爱理子总说自己没有伟大的理想，只想创造一个可以逗留的地方，贴近社区，陪伴社区。这样的理念看似简单，却也最不简单。但还好，他身边一直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路同行。僕自身は子どもたちとかまず子どもが何が好きなんだろうで、子どもの興味あることは何だろうっていうのも、一生懸命話を聞いたりとかして、個人的にこうしなさいああしなさいとか、こうした方がいいああ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は言っていないつもりですね。止めないんですけど、一緒についていったりとか。现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已经慢慢的在瓦解，而共生社区呢，却用最温柔的力量，把人与人之间重新的串起来。在这里，无论你是失智者，又或者是身心障碍的朋友，又或者是特殊需求的小孩子，你都不是属于弱者，而是属于社区的一份子，共同建造互补互助的邻里社区。人间纵有疾苦，却也总有微小而温暖的光。或许是社区里的照护中心，或许是巷口里的咖啡馆，在那里，人们一个连接一个，像藤蔓那样蔓延生长，最终编织成一张牢固而安全的网，接住每个人最脆弱的瞬间。生命难免惊涛骇浪，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共享社区是一种聚集了私人住宅和一些共享设施与公共空间的居住理念。这样的理念源自于丹麦。1964年，一位丹麦建筑师 Jan Gutmann Hoya 汇集了一群朋友，在哥本哈根郊区购买一块土地，尝试建造共居住宅，可是却遇到了挫折。1972年，创立了首个现代共同住宅计划 Sartadammen， 集合约35个家庭住在私人住宅中，同时共享社区和活动的公共空间。我们这次前往一个由旧铁厂改成的共享社区，有20户家庭，希望能够在拥有自有住宅之外，也能尝试透过共享的方式解决许多家庭生活与日常生活上的负担。Good morning. Morning to you. Elizabeth, How are nice to you? meet you. Yeah. Would you show me around? Of course I will. Come with me. Yes, yes. So this is our communal hall where children come out to play and where adults come and drink tea or coffee and where we also can have parties
And so you see, this is the old iron factory structure. So when it was still a functioning iron factory, this would, inside where we now have individual houses, would be workrooms for the factory. Oh, okay. So does this lead to their homes? Yeah, you'll see numbers of most of the doors. So every door there leads into a family. We have 20 families in total. So what's in here? This is our common dining hall and kitchen, where we have equipped with a little bit bigger than normal household equipment. So More like a central kitchen. Yeah. So who does the cooking over here? We take turns, so for each meal we cook, there will be 3 cooks. Often there will be one who takes the lead and others will do the dishes. You can cut and slide. Okay.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总厨带着2个，不会煮的话学就会了啊。厨房前方就是饭厅，每餐会有30到35个住户一起用餐。起初每周有5天大家一起共餐，现在只有周2和周4才会一起吃饭，所以居民非常珍惜这2天的共餐时光。So let me show you the upstairs here also. Okay. So what's in here? So this is for entertaining. 据2022年的统计显示，有7%的丹麦人居住在共享社区，每年全国新增15到20个共享社区。要如何透过建筑的规划与设计，达到凝聚社区的集体意识？有的强调为小孩提供活动空间，另一种着重于为年老者在现代都市打造理想的住处。It's a nice garden. It's a nice garden. And when the weather is nice, we also eat outside. Yeah. This is the area where we can enjoy the sun and where kids come to play. Yes. So you see there's a slide, there's a small playhouse there, there's a trampoline. Yeah. So I'm sure during summertime it will be a great time for the Not kids to only come outside. summer times, kids want to play even in the winter, they just put more clothes on. 同在屋檐下，解决了现代人隔离与孤僻的社交模式，添加温暖和惬意。年轻家庭和孩子、退休老人和单身人士融合为有效的社会服务网络。And with that mixture, you will also have different skill sets from everyone, and that will come in handy.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handy men or women, but we are all doing our best to keep the place. Yes. Yeah. Come with me. Okay. We are lucky to have a house that's facing out too. Yes, nice and big. Let me introduce to you my husband. Hello, nice to meet you. All the way from Singapore. Yeah, oh, yes, Yeah. yes. Beautiful place you have here. Yeah, we like it. 1st December 98 we moved into this house. Oh, that's a long time. Yeah. Yeah. 伊丽莎白的先生在非洲长大，之后在英国念书，毕业后到孟加拉当义工，认识了当时也在当义工的伊丽莎白。2人一见钟情，决定组织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不过，考量到共享的利益，最终还是选择共享住屋的生活方式。You know, I'm so envious of you.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environment. Tell me, what made you decide to stay here? There was an advertisement in the paper saying there was a house for sale here at this co-housing community. Yeah. And we came here and we looked at it and we found they were very pleasant people and thinking a bit like us. Yeah. Thinking it would be better to live in a place where there were many people sharing things instead of everybody having their own thing. Yeah, help me understand this concept of sharing t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f you go into our common house, you'll see some shelves where we put things that others can just take. So if you have something, books or clothes or whatever you don't need anymore, you put it there and hope somebody else would like it. If not, we take it to other recycling places after. So when you first came in here, was there any kind of rules that you have to abide to? There are both written and unwritten rules, you could say, because you develop a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that can change over time. 人嘛，还是总是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想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就需要有一个协议啊，必须要开会啊、投票啊，来看是不是大部分人都赞同这个做法。
what were the biggest benefits and disadvantage of living in this community? One of the biggest benefits is there's social cohesion amongst people here. I mean, generally we are friendly to each other and we have this sharing mindset. Also, it's not only sharing material goods, it's also time-wise sharing the company or the social relations. This is a little bit like a village culture in olden days. Yes, yes. Where everybody knew everybody else and help each other when somebody has a problem or we have a problem. 其实他们所说的就是跟我们以前所熟悉的干绑生活很像嘛，就是大家互相有个照应啊，这样子彼此照顾。可是同时他也是有独立的自己过着自己的生活。共同住宅概念的倡议不只是单纯让居民参与建筑规划与设计的过程，更重要的是透过共享公共使用的设施，促进邻里之间的互动，强化社区集体意识，同时也能保有自我的隐私权。你看这里就是他们共用的洗衣间你看这里放的都是洗衣液，那这上面写的这些号码呢，就是他们的门牌号码，也就等于说这些洗衣液是属于这家人的那么 Elizabeth 呢，她是住在门牌第14号，你看这里。他在洗衣服嘛，他就把他的门牌的号码挂在这里，就等于说这里面洗的都是他的衣服，洗好了他们可以拿上去上面户外来晒衣服，或者是在这里它还有一个室内的地方这里就是室内晾衣服的。我还找到一个秘密的地方，来，就是这里了，这里也是晾衣服，晾比较大件的床单这些。可是呢，你看上面写着门牌号码。打开来看看，然后这里面写14，就代表是这里放的都是 Elizabeth 他们家里的东西。这个旧铁厂经历漫长而艰难的改建和扩建，终于在1981年完工，有20间面积从38到135平方米不等的单位。共享社区强调自我管理，鼓励公共责任感，从而降低维护和管理成本，减少居民流动，改善住房条件。居民们对社区凝聚、资源意识、生态学和多样性的空间有着共同的基本态度。Do you need to meet a certain criteria in order to own a property here? Actually, you don't. We think the people who buy a house here have the interest of being social and being a part of the community. So we don't have a gatekeeper function at it's only their bank actually. Yes. Yeah. Because they're not just buying a property, they're actually buying a lifestyle. Exactly. And so are there certain rules that they have to follow when they come into this? Yeah, you can say everybody who lives here have to participate in a group that will maintain, work on the common areas. Like we have a group keeping the big hallway clean. So I'm a part of this group. We have a group for the kitchen. We have a group for painting the facade, stuff like that. Everyone plays a part to keep this place beautiful. Yeah. 所以其实讲真的嘛，你要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你就必须要亲力亲为，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把这个地方美化它，去保持它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早在1982年，丹麦已有22个共同居住社区，由一些向往群居共享的居民所发起的。他们参与了所有的规划和设计过程。早期大多数的共同居住社区发起人原本可以买得起空间较大的单户住宅，可是他们选择建造面积较小的住宅，并投入时间和资源发展社区，打造兼具个人隐私和社区生活的居住单位。尤其是照顾到有年幼孩子的年轻家庭。
know. Oh, hi Lina. Come on in. How are you? I'm fine. Wow, nice place. A very spacious kitchen, I must say. And I like the lights that's coming down. Makes it really bright and comfortable. Very many of our houses have this light coming from above because we don't have any windows in the kitchen pointing to the outside, only to the hall that you've seen where all the kids are playing around. That's right. But it doesn't bring in bright daylight, Enough so we lights. need it from up there. Yes, that's right. So how many rooms do you have here in this house? Well, I have one room up there. Oh, that's your bedroom. That's my bedroom. And so you can see the outdoors. Exactly. This is my living room, and here we have the opening out to the garden. And the neighbors are very nearby. Yeah, it is nice for all the children because there are always somebody to play with, but it goes for the adults also. Always somebody to talk with. Yeah, that's and nice. have a right? coffee or something. Well, the neighbors must be quite close to each other. Oh, in we that are sense. actually. We do a lot of things together also. Lina 在这里住了20年，她酷爱这种自在的共享生活。年轻时就开始游走在不同的共享社区，后来跟10岁女儿踏进这里，从此落户生根。What was it that attracted you to this place? I was looking for some community where you have this balance that I think we find here between having something private and then being part of the community. You can choose to be on your own, and I mean, you're not obliged to be together all the time, but if you don't, you know, meld into the community, it doesn't make sense to live then here.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for you to want to stay in a co-living environment. Exactly. Then another thing is that this place, I think, is fantastic for children to grow up. Yes. The idea that they run out and in of different houses, see different ways of living, and as little children get in contact with different ways of doing things and see that there is not only one answer to everything. 哦，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环境。我觉得小朋友呢，他们就是不应该是在一个很封闭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像这样子能够是在一个很开放式的一个环境，那孩子呢每天很自由的到处跑，然后呢他们又能够经常串门啊到别人家去，所以他们也是会得到大人的关爱。那孩子之间他们这样子玩耍，这样子成长，也会让他们的视野呢更加的开阔。在这里生活了20年的 Lina， 见证了共享生活社群的改变。There are changes because we have a group of much younger people right now, and that, of course, changes the dynamics in an environment because, in a way, I think that this place mirrors the outside society also. And in 20 years, many things has happened in the way of making priorities. But it's also, I think,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you know, to adjust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make things work in the daily life. 集体食物分享概念在共享社区意义非凡，除却温饱亦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社交聚会点。共居社群以合理价格购买有机食品，逐渐减少在共餐时食用太多肉类，为的是健康饮食。住在这里的居民啊，他们一个星期呢，大概是有3天的时间是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共享晚餐的。那既然今天晚上他们邀请我，那我觉得我也应该煮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们吃的啊！看，我来炒个大白菜请他们吃啊！洗一下。要煮这个大白菜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代表性啊。我们华人嘛喜欢做炒的啊，然后就买了一些蘑菇啊，还有这个大白菜。听说他们今天晚上好像是会有20到30个人啊。那么我知道我这里的食材肯定是不够的，不过就是一个心意了啊，就是简简单单的炒一道菜，请他们吃。住户环保意识强，将饮食生活中的厨余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并将它们发酵成天然的有机肥料，不但消除了厨房的清洁烦恼，同时能免除分解这些垃圾所耗费的自然能源。Linda 是今晚的义工主厨，负责晚餐的火鸡肉串。For those people, if they forget to reserve, Yes. can they still come for dinner? No. Yeah, they come and ask, can I eat with you? Okay. And I say, it's okay. I have more meat in the freezer, so I will take it out and make some more
所以他们都是要先讲好说这一天他们会不会来这里用餐，要不然的话他们准备的太少的话不够吃，那怎么办，对不对？又或者是预备了很多食物，可是你又不来哦，那这样子就浪费食物了。So what are the types of food you would prepare for the people? Because of the climate, we prefer to make vegetarian food. Yes. Sometimes we change because also we had to have some protein for the elder people here. So we also love to eat fish. 住在这个社区的居民哈，他们环保意识很强，基本上就吃白肉啊，或者是吃鱼，会顾及到呢对这个地球暖化会不会有影响啊？所以觉得这个还很不错的。You've been living here for 28 years. Yeah. So what made you want to stay here? Yeah, I love the community. You love the community. Yeah. I love my neighbors. Yes. Yeah, it's very nice. Yes. It's nice to talk with them and sing, and we can have party. Yes. Yeah. And then eat together. And eat together and play together and learn together. Yes, everything. I really like that So it's idea. very, you feel very alive when you live here. Yes. Yes. I But think you so know, too. when you live here in many years, sometimes I need to be mindfulness, to be for myself, with my family and my friend who not lives here. And other times you have more energy to be in the big community. Yes, because sometimes socializing can also get very tiring. Yes, so Yes. I think it's necessary. You can go back for a moment and be a little mindfulness. Yes. Yes. Perfect. Wonderful. Lola 和丈夫 Toens 在这里住了42年，算是元老喽。他们的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住在城市，却经常带小孩过来玩。Over the 40 years down the road now and seeing how this place has changed, are you happy with what you see? Yeah. And how else do you think this place can improve? And what should you keep, in this place? Very, very important is that we eat together. Because when we eat together, we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difficult things. And when we had Corona, we didn't eat here. Yes. It was there we said,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do things together, Yes. and eat together, and we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我想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在这个社区的人来说，在疫情当下肯定是最辛苦的，因为他们就不能够见面，可是他们却生活的这么靠近，我想那段时间他们应该是过得相当辛苦。Another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have small children to old people. Yes. It's good for us and it's good for the kids. Yes. So 其实你也是逼着你要向年轻人学习，因为尤其是老人家，他们就是很古板，就是会有一个一板一眼的做事方法。可是当你跟其他的年轻人一起相处，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跟着他们一起成长，跟着他们一起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说，更加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因为你就不会变成很古板。社区居民重视生活品质，希望拥有自由和惬意的社交活动。觉得房子虽小，但户外空间大，凝聚力更强，心灵空间丰沛。他们认为，借由慢活对应追求时效的资本主义生活模式，专注地活在当下，就是自由的幸福。晚餐备妥，丰盛味美，户外凉风清爽，准备就绪。我从来都没有当过侍应生，这是我第一次，最像侍应生的感觉了。Never done this in my life, but I think it's kind of fun. I think in the future you can take a job in Denmark doing this. Yes. 丹麦人重视生活品质，对促进邻里友善互动的精神尤为在意。他们喜欢营造温馨、与人同乐、共享幸福的时光。
这儿就像是丹麦人的乌托邦，他们认为幸福是源自内心的生活态度，能够自由选择人生的方向。这种自主性的选择与幸福感形成正比。